大家好，欢迎你回到朗学院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如何演奏肖邦的幻想即兴曲。那么这首曲子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，就是同样的材料被重复了非常多次。不管是这个开头的旋律，还是中段的，这个旋律，它们都是被重复非常多次。那么往往在弹这样的相同或者相似的音乐材料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不能够把每一次都处理的一样。那么以这个作为出发点呢，我们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，就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诠释。那么正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每一遍相同和相似的材料处理的不一样，所以这首曲子有很多不同的诠释的可能。在你听不同的钢琴家来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处理。包括速度的选择、rubato 的程度多少，还有强弱对比的起伏等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演奏的思路，并不代表你必须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弹。好，首先第一个音，踏板先踩下去，一个浑厚明亮，但是不是很尖锐的声音，是一个浑厚的、圆润的、沉下去的声音，然后从这个升嗦到升哆，它是一个像郎朗老师说的一样，有延续性的、有方向性的往下走。1、2、3、4，数4个拍子，然后到这里，感觉这4个拍子是往前来走。3、4，稍微比第一个音弱一点。所以我们要去听这个第一个音，它的音量消逝到什么程度。然后让第二个这个升哆去跟现在的剩下的这个音量进行一个衔接。第一个音拉长一些，然后逐渐的找到我们要的速度。2、3、4，然后右手的旋律进来。这4个组。上次说到 rotation， 这4个组可以当成一个完整的句子，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句子里面来做一个强弱的起伏变化，收尾渐弱，第4遍的时候是最弱的，然后右手的旋律进来。注意我们的踏板千万不要踩到底，只要轻轻的浅浅的踩就好。因为踩得太深的话，我们的这些右手的不和谐音就会过于的突兀，那样就不好听了。注意我们在换踏板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在一个小节的中间来换踏板的话，不要换得过于的干净，不要切割的这么明显，可以让它这个边界感不要的那么的清晰不是这样子。如果这样子踩踏板呢，你的音乐就会听上去是一节一节的，就没有一种行云流水一样的这种连贯的感觉了。所以在踩踏板换踏板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去听我们的这个旋律的走向，有没有把右手的旋律连成一条线。然后与此同时呢，注意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的这个 rotation 的感觉，借由我们的手腕的浮动，带动我们的手臂和身体。那么这个同样的旋律呢，会出现非常多次，所以我个人会倾向于把第一遍弹的稍微克制一些，音量不要太强，然后感觉是一点点朦胧的从远方传来的感觉。注意做好这个 rotation 这个分组。渐强有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。第2遍开始了，我们看到它跟第1遍最大的不同在于第10小节有一个升拉出现了。第1遍的时候是，第2遍是。那么总体来说，第2遍我们可以把 rubato 做得多一些，在升拉出现的这个小节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的音量做得比第1遍的时候还原拉的时候更加的洪亮一些。注意听从还原拉到升拉的切换。
么在后续的这个第11和12小节呢，我们也可以是做更多的 rubato 和更多的渐强。好，这个地方上节课说到，靠我们的这个转动，手腕的转动，让第一个音更多的重量，好让这个旋律音突出。不要把这里弹得过于的忙碌，而是要弹得更有歌唱性。色彩的变化，然后到这里，从大拇指的重音转到了第2个音，这个无指的音，弹得更加的晶莹剔透一些。注意左手保持更轻的音量。渐强。虽然这个地方写的力度记号是 forte， 但是要注意我们的左手不要弹得太强，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轻的音量，好让我们的右手这个大拇指的旋律可以凸显出来。这个地方稍微的渐慢一点点，有点色彩的变化，然后预备好切换到 piano。这个地方我们的重音记号转移到了第2个音，也就是我们的无指，要给它亮出来。这个音要亮出来，然后其他的音保持非常的轻。强，稍微有一些强就可以用我们的大臂的力量去推，不要发出尖锐的这种声音，而是往上走，声音往上扬。好，这个地方2个 P 换音色，第2个音没有重音了，所以这个无指就不用弹得那么的亮了。在古典音乐里面呢，我们弹到下行的小2度的时候，是表示一种叹息的感觉，感觉每2个音是一口气，叹气，把这个情绪要做到位。